全宅邸的人都可以听到庶妹的心声。祖母寿宴，京城的达官显贵都来庆贺。我把用13个月时间亲手打磨的奇楠沉香佛珠献给祖母，祖母欣慰地夸我有孝心。此时庶妹的心声传到每个人耳朵。祖母肯定想不到，这串佛珠是姐姐前几天逼工匠临时赶制的，事后嫌慢了，剁了工匠的双手。祖母心慈，吃斋念佛半辈子，最是慈悲，佛珠却沾满血腥。这声音哪来的？怎么在脑子里响？祖母听到后烧了佛珠，命人找到了断手工匠，工匠失血过多已经去世。我百口莫辩，被罚跪祠堂3天3夜。事后我京城贵女的名声一落千丈。祖母气病了，我3步一叩首，登上了云凌峰为祖母祈福。祖母心疼的为我擦拭膝盖伤口，就要原谅我的时候，庶妹的心声再次传来：怎么办？姐姐死性不改，为了去会奸夫，不惜故意伤害自己。可是选秀的名单已经下来了，姐姐这时候做傻事是要害死全家啊！文竹呢？把她给我带过来。祖母召来我的贴心侍女文竹，父亲说要打死她，文竹全招了，说我每次出门都是去会情郎。选秀当天，皇上一眼就看上了我，要封我为妃。庶妹的心声却传来：姐姐早就怀上了奸夫的孩子，可不能让皇上知道了，不然会把我们全家都千刀万剐的。皇帝，宣太医来验。皇上宣来太医，太医说我已经怀孕2个月。祖母被气得当场毙命，太后开口求情，保住了家人性命，而我被碎尸万段。再睁眼，我带着记忆来到了祖母寿宴，可庶妹不知道，这一次我也能听见她的心声。寿宴正酣，满堂喜庆，琉璃盏中琥珀色的美酒荡漾着微光，宾客们言笑晏晏，觥筹交错，我却独独觉得冷，指尖紧紧攥着那串奇楠沉香佛珠。冰凉坚硬的触感刺着掌心，仿佛握住了一块永不融化的寒冰。丝竹声愈是欢快，我心底那股从地狱带来的寒意就愈盛。碎尸万段的痛楚，家族倾覆的绝望，母亲哑口无声的泪水，祖母病逝的悲痛，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，几乎要将我撕裂。妍儿，母亲轻轻碰了下我的手肘，该你给祖母献寿礼了。我猛地回神，压下眼底翻涌的惊涛骇浪，在抬眼时，脸上已挂起属于京城第一贵女的温婉笑容。我捧着那串色泽温润、香气醇厚的佛珠，朝着主位上慈眉善目的祖母殷殷拜下。祖母，孙女楚言祝您福寿安康，松鹤延年。特奉上奇楠沉香佛珠1串，愿佛祖保佑祖母身体康泰，平安喜乐。声音清越，姿态优雅，一如往常。祖母果然欣慰地笑了，伸手接过。快起来，难为你有这份孝心，甚好。她的话音未落，那道心声果然准时地在每个人脑海中炸开。祖母肯定想不到，这串佛珠是姐姐前几日逼着工匠没日没夜临时赶制的，事后还嫌人家做得慢，直接剁了工匠的双手。祖母心慈，吃斋念佛半辈子，最是慈悲，这佛珠却沾满了血腥，就不怕佛祖怪罪吗？来了！厅内瞬间落针可闻，丝竹声停了，所有宾客脸上的笑容僵住，交换着惊疑不定的眼神。这是谁在说话？不可能吧？岳小姐素有贤名。祖母捧着佛珠的手顿在了半空，神情变得凝重。她审视的目光下意识地扫向我，带着探究。我适时地抬起头，脸上没有半分被戳穿的惊慌，只有满满的恰到好处的错愕。前世我就是太急于证明自己，欣喜地宣称是自己亲手所刻，反而落入了她精心编织的罗网。这一次我不会了。祖母沉声开口，打破了死寂。妍儿，这佛珠从何而来？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，我再次跪下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，却清晰坚定。祖母恕罪，孙女原本确实想亲手为您雕刻佛珠，以表孝心。说着，我仿佛无意地抬起双手，微微撩起宽大的袖口，那为了练习雕刻而留下的纵横交错的细小伤口和层层红茧，触目惊心，彻底暴露在众人眼前。几位心软的夫人已经露出了怜惜的神情，这手上全是伤啊，可怜见了。可惜孙女愚笨。我继续道，声音低落下去。尝试了无数次，浪费了许多料子，却始终无法雕出配得上祖母的成品。眼看寿宴将至，孙女不奈只得去宝华寺，新求了这串高僧开光加持过的佛珠，虽非亲手所制，却同样是孙女的一片赤诚孝心，望祖母莫要嫌弃。话音落下，满堂寂静。我看到祖母的眼神瞬间变了，她立刻放下佛珠，起身亲自来扶我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是祖母错怪你了。你有这份心，比什么都强。
何苦这般折腾自己？父亲母亲也明显松了口气，看着我的眼神满是心疼。我顺势起身，目光极快地从岳子熙脸上掠过，她正死死捏着帕子，指尖泛白，眼底充满了难以置信。祖母冷厉的目光状似无意地扫过正襟危坐的岳子熙，带着深深的审视。所有宾客也都面面相觑，以为刚刚出现的是幻听。祖母，伯珠虽非孙女儿亲手所刻，但孙女儿还亲手为您做了一碗长寿面，望祖母不嫌粗陋，尝一口，全了孙女这份孝心可好？侍女适时地端上一碗热气腾腾、香气扑鼻的寿面，祖母脸上露出真切的笑容，刚刚的疑虑似乎彻底消散。好，祖母一定尝尝我宝贝孙女的手艺。然而，就在祖母拿起筷子即将触碰到面条的那一刻，那道尖利的心声再次疯狂地灌入每个人的脑海：别吃，他想要害死祖母，面里有毒，快阻止他！哐当，祖母手中的银块猛地掉落在地，脸色骤变。父亲更是豁然起身，脸色铁青。面里有毒，怎么回事？整个寿宴厅堂瞬间乱成一团，下毒谋害祖母，这可是足以震动整个京城，让永昌侯府万劫不复的惊天丑闻。下一秒，我猛地扑到桌前，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之前，毫不犹豫夹起面条送入口中。母亲失声尖叫：“言儿，不可！”祖母，父亲明鉴，孙女一片孝心，天地可表。若此面真有问题，孙女愿当场以死谢罪。话音刚落，我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，额角迅速渗出细密的冷汗，腹部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，鲜血顺着嘴角溢出。面真的。我虚弱地吐出几个字，眼前一黑，向后软倒。快传府医，快！彻底陷入黑暗前，我看到了岳子熙那张瞬间失了所有血色、写满了无法理解的惊骇与恐慌的脸。他确实没下毒，因为毒是我下的，可为什么就他一个人知道面里有毒？这一次众目睽睽，铁证如山。岳子熙，你逃不掉了！我中的毒不深，分量算计得恰到好处，呕出那口黑血，引发全场惊骇之后，府医及时施真用药，也就没了性命危险。毒已吐出大半，小姐性命无忧了，好生调养即可。父亲震怒，直接请来了京兆尹府的仵作，验看那碗面条，结果毋庸置疑，面里被下了足以致命的剧毒。若非我吃得少，救治又及时，此刻早已香消玉殒，铁证如山。但毒从何来？为何只有岳子熙未卜先知？这成了盘旋在永昌侯府上空，也盘旋在所有赴宴宾客心头的巨大疑云。没2天，整个京城就传遍了。听说了吗？永昌侯府那个庶出的二小姐岳子熙，邪门的很。茶楼酒肆里，人人都在议论。那岳子熙不知用了什么妖法，让所有人都听见他心里的话。先是污蔑大小姐佛珠是逼死工匠得来的，见一计不成，又贼喊捉贼，说面里有毒。结果呢，大小姐为证清白，当场服毒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何等烈性的女子！庶女就是庶女，上不得台面。侯府内气氛更是凝重如铁，父亲气得砸了一套最喜欢的青瓷茶具，岳子熙几乎毁了永昌侯府累世的清誉，让他在同僚面前丢尽了脸面。盛怒之下，父亲直接冲到了岳子熙被看管起来的偏僻小院，要送他去水月庵。水月庵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京城贵族圈里默认的惩罚家族弃女的地方。他抱着父亲的腿，苦苦哀求，语无伦次的解释，那心声不是他的，他不知道面里有毒，他是被冤枉的。可谁信呢？那日所有宾客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事实也证明面里确实有毒。他的辩解在铁一般的事实和汹涌的舆论面前，苍白无力得可笑。就在仆妇真要上前拖拽他时，祖母来了。老人家经过这场风波，精神短了不少，但眼神却愈发清明锐利。慢着，别急着送走，送他出家，外人只会说我侯府手段酷烈，心虚灭口，平白又添谈资。父亲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怒火。母亲的意思是，岳子熙被罚停了半年的月例，另加贵祠堂7天7夜，以儆效尤。小姐，二小姐被拖去祠堂时，那披头散发的样子可真解气。我淡淡笑了笑，没说话。窗外的阳光正好透过菱花隔窗洒进来，落在我依旧隐隐作痛的手上。文竹见我没接话，又凑过来，指尖小心避开我手上未愈的薄痂，帮我理了理垂落的袖口。我抬眼恰瞥见他指尖那枚新换的金戒指，嵌着一颗细小的红宝石，样式精巧，绝不是他每月2两月例能置办的。经此一事，祖母终究还是病倒了。窗外又开始飘起细雪，一如前世，我3步一叩首登上云凌峰那日，祖母对我极好，所以云凌峰我还是去了。这日午后，我刚服侍完祖母汤药，怎么办？要不要告诉父亲，姐姐在服用避子汤，选秀在即？要是让人知道姐姐每次出门都是会奸夫，珠胎暗结，可是欺君大罪，要满门抄斩的啊！尖利的心声充满了担忧和恐惧。病榻上的祖母猛地咳嗽起来，指着我的手抖得不成样子。奸夫，避子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母亲更是眼前一黑，差点晕厥过去，死死抓住我的手臂。不可能，我的言儿绝不会。现在去房间搜，还能搜到避子汤药渣。为了侯府，
不能再隐瞒下去了。文竹很快被带了上来，他似乎早有准备，一进来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未雨泪先流，戏做的十足。夫人恕罪，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他哭得情真意切，仿佛对我忠心耿耿。贱婢，还不从实招来，否则立刻乱棍打死！文竹像是被吓破了胆，浑身一颤，他全招了，说我时常借口出门参加诗会，实则是去私会郎君，且每次见的郎君都不同。小姐每次出门都是去会不同的郎君，奴婢亲眼所见。包括这次去云凌峰祈福，也是为了私会郎君。此言一出，满室皆惊。你这被主的贱婢！母亲气得起身就要掌掴文竹，我却异常冷静，拦住了母亲，目光扫过暗自得意的岳子熙和表演投入的文竹，一群婆子丫鬟立刻涌向我的房间。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是一片灰败，仿佛被至亲的背叛伤透了心。母亲紧紧搂着我，却无力阻止。不到1刻钟，一个婆子果然捧着一个巴掌大的褐色小陶罐，急匆匆跑回来。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那小陶罐上，岳子熙立刻用心声尖叫：“就是那个，里面就是避子汤药渣！”亲一把夺过陶罐，揭开盖子，一股浓郁的药味瞬间弥漫开来。这是什么药？说，岳楚言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父亲将陶罐狠狠抓在我面前，药渣洒了一地，母亲的身子软了下去。岳子熙几乎要掩饰不住嘴角的笑意。就在这仿佛尘埃落定的绝望时刻，一旁的小厮适时地从袖口掉落一块赤色鸳鸯肚兜。岳子熙脸色微变，只见母亲猛地站起身，捡起那条肚兜仔细一看，脸色骤然变得冰冷无比，声音像是淬了冰：“岳子熙，这肚兜的料子乃是2个月前我当着众人的面上给你的江南进贡的软烟罗，整个府里就你有。怎么会从一个小厮的袖中掉出来？”这句话如同惊雷，彻底炸懵了岳子熙。他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不是，我没有。他徒劳的摇头，下意识的后退。二小姐救我！瘫在地上的小厮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竟猛地扑过去，一把抱住了岳子熙的腿。看在我平日把你伺候的那么爽快的份上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滚开！你胡说！你污蔑我！岳子熙魂飞魄散，疯狂地踢打着小厮。我忽然抬起泪眼，父亲且慢定罪，女儿的这个陶罐绝非避子汤药，而是治疗月事腹痛的寻常药方。如今是否也要搜查二妹的院子，以示公正？父亲捏了捏快要炸掉的眉心，一度觉得家门不幸，场面一片混乱。去岳子熙房中搜查的人回来得更快，为首的嬷嬷脸色古怪，手里竟也捧着几个类似的小陶罐，还有一个正在熬药的砂锅。侯爷，这是在二小姐床下暗格和小厨房里找到的。最终经过府医验看，正如我所说，我的药渣只是普通治疗月事腹痛汤药，而从岳子熙的才是避子汤。而刚刚控诉我的文竹，眼见形势瞬间逆转，朝着父亲和祖母拼命磕头，哭得比刚才还凄惨。侯爷，奴婢该死，奴婢也是被二小姐逼的，她拿奴婢爹娘的性命威胁，若不如实按照她教的说，就要杀奴婢全家。求侯爷老夫人明鉴，大小姐是清白的，都是二小姐，是她设计陷害的。父亲踉跄一步，难以置信地瞪着岳子熙，祖母一口气没上来，直接晕了过去。老夫人晕过了，快来人啊！不是真的，他们诬陷我。岳子熙想来扯父亲的衣袍，就在这时，管家脸色发白地跑进来。侯爷，京兆官差罪一桩事儿，近日接连发现有未婚中购买避子汤，顺藤摸瓜，二小姐就是主顾之一，还牵扯到了城外道馆的一个野道士。轰隆！这最后一条证据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将岳子熙彻底钉死。陷害嫡姐，私通小厮，暗用避子汤，甚至牵连道观，丑闻每一桩每一件，都比他企图诬陷我的罪名要炸裂100倍、1000倍。我看着瘫软在地、眼神涣散、再也发不出任何心声的岳子熙，心中只有一片冰冷的漠然。上一世我被污蔑与奸夫有染，侯府的天就彻底变了。父亲盛怒之下，觉得母亲娇女无方，夺了他的掌家之权，交给了看似柔弱、一直隐在幕后的赵姨娘。从今日起，由赵姨娘掌家，你好自为之。一夜之间，我和母亲从云端跌落尘埃。从前，父亲虽更看重嫡出，但对赵姨娘和岳子熙也极好。母亲持家公允，从未在份例上苛待他们半分。但府中难免有势力下人，我明里暗里帮衬过许多回。记得有一年冬，我发现给岳子熙院里送的银炭被管事克扣，换成了呛人的烟炭。我当即发落了管事，亲自挑了最好的银炭给他送去，还温言安慰他许久。妹妹，这是上好的银炭，管事已被我发落了，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。
年关赵姨娘病重时，母亲忙得脱不开身，是我连着好几日亲自去小厨房盯着熬药，又怕下人们阳奉阴违，特意将自己身边得力的2等丫鬟暂时调去伺候。我以为即便不是血亲，总该有些情分在，可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赵姨娘掌权后，撕下了所有伪装，露出了积攒多年的怨毒。我和母亲被变相软禁在了自己的院落里，昔日门前鞍马不绝，如今门可罗雀。送来的饭食从一开始的冷硬，逐渐变成了明目张胆的搜食。母亲别看了，我来处理。母亲，堂堂皇室郡主，太后跟前长大的娇女，曾经的京城第一贵女，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？她看着那碗连下人都未必肯碰的食物，眼泪无声地往下掉，却还强撑着安慰我：妍儿，没事，母亲不饿。可我知道他饿，他只是吃不下去。更恶毒的是那碗哑药。我记得那是个阴冷的早晨，赵姨娘亲自端着一碗滋补的药汤过来。母亲虽心灰意冷，但秉性纯善，并未多想，加之确实身子不适，便喝了下去。当天夜里，母亲便发起高烧，喉咙肿痛，再醒来时竟已说不出一个字。我抱着母亲，浑身冰冷，如坠冰窟。他们怎么敢？我去求祖母，祖母却已病入膏肓，自身难保。岳子熙日夜侍奉在榻前，我根本近不了身。曾经那个雍容华贵、谈笑风生的郡主，被他们用最下作的手段摧残成了一个形容枯槁，终日以泪洗面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的囚徒。这份蚀骨之恨，每每想起，都让我心如刀绞，恨意滔天。所以这一世，看着岳子熙在他自己编织的罗网中挣扎、毁灭，我心中只有一片冰冷的快意。他们施加在我和母亲身上的一切，1000-100倍奉还。直至选秀前1日，岳子熙才被放出来。二小姐，明日选秀，好自为之，别再给侯府丢人。他也在选秀名单上，终究是要露个面的。父亲不知付出了怎样的代价，动用了多少人脉关系，才极力压下了岳子熙，那足以让整个侯府蒙羞的丑闻。我被母亲精心打扮，穿着符合规制的绣裳，前往那朱红宫墙之内。妍儿，平安最重要，千万别强求。我反握住母亲的手，给了她一个安定的笑容。母亲放心，女儿晓得。上一世，皇上一眼就看中了我。正当我高兴之际，岳子熙的心声传入所有人的脑海。皇上震怒，明皇的龙袍袖口带起凌厉的风，太医的声音尖利而清晰：回禀皇上太后，岳大小姐却已有了2个月身孕。无人深究，无人细查，天子之怒不失百万。一道圣旨被定为欺君罔上、淫乱宫闱的重犯，被处以极刑，碎尸万段。岳氏满门抄斩。而岳子熙检举有功，被封为了贵人。太后终究念及母亲是他身边养大的情分。皇帝，永昌侯府其罪当诛，然郡主终究是哀家看着长大的，留他与侯爷一条性命，流放3000里，永不回京吧。祖母听闻噩耗，当场呕血，轰然倒地，再没起来。岳氏楚言，年18。太监尖细的唱鸣声将我的思绪拉回现实。朱红宫墙，琉璃碧瓦，阳光有些刺眼。来了，又到了这个决定命运的关口。我能感觉到一道审视的目光落在身上。皇上缓缓开口：永昌侯嫡女岳楚言，朕素有耳闻，先书端方，留牌子。一切仿佛与前世重叠。就在皇上话音落下的瞬间，完了，完了！姐姐她不能入选啊！她早就怀了野男人的种，这要是被查出来，可是欺君灭族的大罪，我们全家都要给她陪葬。秀女队伍中出现一阵轻微的骚动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。高座上的皇上眉头瞬间锁紧，岳子熙跳出来，假装替我求情，实则把他给我安的罪状一一细数。皇上明鉴，姐姐她，臣女不敢说，但为了皇上的安危。前世的此刻，皇上勃然大怒，但这一世不同了。我立刻跪伏在地，声音清晰却不失柔韧。皇上明鉴，臣女深知女子贞洁重于性命，此等污蔑，臣女万死不敢承受。求皇上太后彻查，还臣女清白。岳子熙，你果然还是只会这一招。岳子熙显然没料到皇上竟没有立刻信了他的心声。上次借口去云林峰为祖母祈福，回来得异常晚，发髻散了，裙角都是泥污，街上不少百姓都曾目睹。即便此刻没有身孕，可随便一验便知不是完璧之身。姐姐也是一时糊涂，希望皇上能轻饶。太后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，她可以容忍后宫争斗，但绝不能容忍皇室血脉有疑。皇帝，皇室血脉关乎国本，宣太医吧。皇上的脸上掠过一丝极快的不耐烦，但很快被帝王威仪掩盖。他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太后先开口了，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皇帝，皇室血脉关乎国本，宣太医吧。皇上沉默了片刻，终究挥了挥手，宣太医。依旧是前世那个太医，依旧是那副低眉顺目的样子。我知道岳子熙和赵姨娘定然早已打点好一切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太医的手指搭上了我的脉搏。启禀太后，岳大小姐的脉象确实滑脉无疑，已有近2个月身孕。
殿内瞬间一片哗然。竟然是真的！不知廉耻！永昌侯府完了。无数道目光如同利刃刺在我身上。然而，就当所有人都以为我要万劫不复的时候，高座上的皇上却缓缓地站了起来。他没有看那太医，也没有看几乎要笑出声的岳子熙，而是一步步走下御阶，来到了我的面前，亲手将我扶了起来。他的动作甚至称得上轻柔。爱妃，爱妃，他开口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遍大殿每一个角落。委屈你了，是朕不好，本想着顾及你的名声，待你入宫后再寻个由头公布，不想却让你受此污蔑和惊吓。什么？整个大殿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如同被施了定身术。岳子熙脸上的笑容瞬间僵死，瞳孔骤然缩紧，写满了巨大的惊骇和难以置信。皇上握着我的手，转身面向众人，目光冷冽地扫过岳子熙，沉声宣布：岳氏楚言腹中龙翼，是朕的骨肉。这句话如同9天惊雷，炸得所有人魂飞魄散。2个月前，朕微服私访，于金郊云凌峰附近遇险，幸得岳小姐机智相助，方才脱困，又与岳小姐一见钟情，才回来的晚些。至于岳二小姐所言，朕倒想问问你为何知道得如此清楚？朕记得那日埋伏袭击朕的歹人身手路数可不像是普通山匪，你为何知道得如此清楚？说！被活抓的匪徒全招了。皇上命那伙歹人给岳子熙带去事成的消息，他本想毁掉我的清白，却阴差阳错促成了我与皇上的相遇。不是的，皇上！岳子熙彻底崩溃了。朕早已查清，你从妖道求得能让人听到你心声的妖术，相比此刻那妖道士的首级已送到你房间了。真相彻底大白。岳子熙心思恶毒，构陷妃嫔，谋害皇嗣，更奸其心生妖异，祸乱人心，拖下去打入天牢。赵姨娘、娇女无方，同罪论处。至于张太医，赐自尽。侍卫如狼似虎地扑上来，将哭喊的岳子熙和张太医拖了下去。那曾经能传入每个人脑海的心声彻底消失。皇上再次看向我，目光温和下来。爱妃受惊了，即日起册封岳氏楚言为宸妃，赐居未央公主殿。我盈盈拜下。臣妾谢皇上隆恩。天牢里阴暗潮湿，混杂着霉味和血腥气的空气几乎凝成实质，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。岳子熙已经被关进来5天了。岳子熙起初夜夜歇斯底里地咒骂我，后来骂声渐渐停了，变成了时而癫狂大笑，时而喃喃自语。铁门沉重地打开，沈嬷嬷紧挨着我，身后是4个武功高强的暗卫。岳子熙蜷缩在角落里一堆干草上，原本鲜艳的衣裙早已破烂污秽，头发散乱，上面还挂着几根稻草。听到动静，他猛地抬起头，岳楚言，是你！那张曾经楚楚可怜的脸上，此刻只剩下一片不正常的潮红和癫狂的光。我静静地看着他。你让我来，我来了。我语气平淡，听不出喜怒。他死死瞪着我，那目光像是淬了毒的针，恨不得将我扎穿。可瞪着瞪着，他眼底的疯狂竟一点点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茫然和空洞。他忽然松开了抓着栏杆的手，痴痴地笑了起来。姐姐，他声音陡然变得轻柔，带着一种回忆般的飘忽。你还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，西郊的湖面都结了厚冰的那年吗？我默然不语，他自顾自地说了下去，眼神飘向虚空。那年我们都给父亲做了褂子，我听说父亲畏寒，偷偷攒了半年的月例，又求了姨娘好久，才得了块上好的皮子。我熬了10个通夜，手指被针扎得密密麻麻，眼睛都熬红了，才终于缝好。他抬起自己的手，痴迷地看着指尖。那天我满心欢喜地送给父亲，父亲很高兴，夸我懂事。他的声音骤然冷了起来。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去给父亲请安，他身上穿的是你做那件宝蓝色的，绣着青竹纹样的那件，就因为你是嫡女吗？你只知道父亲穿了我做的那件，那你可知你送的那件皮褂，父亲后来穿了整整1个冬天。父亲那日没当场换上，是因为与他当日要见的贵客所着服饰有些许冲撞，才暂时收了下。我往前轻轻迈了一小步，沈嬷嬷立刻紧张地想要阻拦，我微微摆手制止。还有祖母，你说祖母只对我亲近，可你每次去请安，问3句答不出1句完整。祖母赏你的点心，你转头就给了丫鬟；她赐你的玉簪，也从未见你戴过。祖母私下常与我叹息，说子熙这孩子心思太重，不知还如何亲近。她不是不疼你，是不知道该怎么疼你。岳子熙的嘴唇开始哆嗦，眼神剧烈闪烁，他徒劳的反驳，声音却低了下去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，你骗我。至于我送你的衣料首饰，我从未觉得那是施舍，我只是觉得好的东西该分给妹妹一份，我有的你也该有，却没想到在你眼里，那竟成了我对你的侮辱。我顿了顿，还有那位李公子。提到这个人，岳子熙猛地抬起头，眼底重新迸发出强烈的恨意。对，
李郎，我那么喜欢他，那次诗会，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做了首诗，却被那群贱人刁难嘲笑。而你3言2语就化解了尴尬，还得了满堂彩。可你为什么要出那个风头？李郎就是因为这个才注意到你的，他看你的眼神都变了，是你抢走了他。你的现在还不明白吗？那位李公子事后曾托人向我打探过你那日所作的诗句，称赞其构思精巧。他注意你，与是不是庶女无关，与我也不关，他只欣赏那份才情，而你却因为自卑和猜忌，把所有的不如意都扭曲成了恨意，并为此赌上了一切。你总觉得是庶女的身份亏欠了你，可真正将你推入万劫不复的，是你自己填不满的妒忌和猜疑。死一样的寂静，岳子熙僵在原地，脸上的疯狂、恨意、委屈，所有表情都一点点褪去，只剩下巨大的空洞的茫然。他不再看我，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肮脏的手，一遍遍的喃喃自语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不是这样，不该是这样。我最后看了他一眼，离开了这间令人窒息的牢房。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缓缓关上，将那所有的癫狂怨恨与迟来的悔悟彻底隔绝。3日后，岳子熙与赵姨娘被处以极刑，碎尸万段。这场噩梦终于彻底落幕。张太医没有说谎，我确实是有了身孕。皇上几乎将我捧在了手心里。爱妃小心台阶，慢些走。他特许母亲时常进宫陪伴我，也准我偶尔回侯府小住，散心解闷。父亲和母亲似乎都从这场劫难中明白了些什么，感情反倒比年轻时更显醇厚。侯府后院那些曾经过于小心翼翼或别有用心的目光，也终于变得纯粹平和。第2年，我平安产下了一位小皇子。呀，是位小皇子，母子平安。呼声洪亮，健康伶俐。皇上为他取名程瑞，朕为他取名程瑞，承天之瑞。抱着怀里这个温暖的小生命，看着窗外融融的春光，我知道属于我的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从那以后，皇上每日忙完朝政，都会第一时间来看我们母子，母亲也常常进宫，抱着程瑞怎么都舍不得放手。父亲虽留在侯府，却总会把牵挂写进一封封家书里。我抱着程瑞坐在书案前，盼着他从小便明理之书，而皇上在他面前也总会卸下帝王的威严，只做一个寻常父亲。程瑞满月那日，未央宫张灯结彩，满殿都是庆贺之声。百日宴上，他一把抓住小弓，逗得众人纷纷失笑。有母亲陪在身边，宫里的日子也多了许多家常的温暖。看着他跌跌撞撞学着走路，我一颗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。皇上说，男儿当志在四方，程瑞自小便要学会勇敢。冬夜围炉时，我常会恍惚觉得这便是我前世求而不得的人间圆满。直到他第一次含糊地叫出父皇，皇上竟高兴得像个孩子。母亲寄来的每一封信里都写满了侯府的安稳与惦念。春日花开正盛时，皇上总爱陪我在御花园里慢慢走上一程。转眼到了周岁，程瑞在所有人的宠爱里长成了最明亮的模样。我想教他的不止诗书礼义，还有分辨人心的清醒与善良。抱着他站在未央宫的落日里，我第一次如此笃定，余生会很好，日子就这样平静而幸福地流淌。小皇子一天天长大，越来越像皇上。娘娘，小皇子的眉眼越来越像皇上了。皇上每日处理完政务，第一件事就是来未央宫看我们母子。母亲每隔几日就递牌子进宫，抱着外孙舍不得撒手。父亲在侯府也常来信，说些家常琐事，字里行间满是牵挂。我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家人该有的样子。偶尔也会想起岳子熙，想起他最后那个空洞的眼神，恨意早已消散，剩下的只有一丝说不清的怅然。若是他当初能放下那些猜忌和妒忌，或许我们真能做一对好姐妹。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？如果爱妃在想什么？我只愿珍惜眼前人，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。程瑞学说话时，最先会的便是奶声奶气的唤我母妃。皇上宠他宠得厉害，偶尔连议政时都舍不得把他放下。而我也渐渐学会了在温柔之外，担起这一公主位该有的分寸。未央宫里的人都疼他，他跑到哪里，笑声便跟到哪里。母亲入宫陪我品茶说话时，我总会想起从前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。皇上待我的心，从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细水长流的偏爱与珍重。看着程瑞骑在他肩头，笑个不停，我才明白天家也可以有寻常人的天伦之乐。中秋月圆时，我们一家3口围坐赏月，月色都像是温柔的。可为人母后，我最怕的终究还是孩子哪怕一丁点的不舒服。那一夜皇上陪我守在床前，我才知他的疼爱从来不只给我一人。好在程瑞很快便退了热，重新在庭院里跑闹起来。我亲自教他礼仪规矩，只盼他将来端方磊落，不负出身与教养。夜深人静时，我也会与皇上下期闲谈，把平淡日子过出温热滋味。看着程瑞在梦里弯起嘴角，我便觉得这一生的风霜都值得了。时光荏苒，转眼小皇子已经3岁了。皇上为他请了最好的启蒙老师，开始读书识字。他聪明伶俐，一点就通。太傅常夸他天资过人，皇上每次来都要考笑他的功课。父子俩其乐融融。好孩子，比朕小时候强。
母亲常说这孩子集万千，宠爱于一身，将来必成大器。我只盼他平安喜乐，做个正直善良的人。这一日，宫中传来消息，边关告急，皇上要御驾亲征。我赶到御书房时，皇上正在与大臣们商议军情。我站在门外，听着里面传来的只言片语，心揪成一团。皇上不可亲征，太危险了。等了大半个时辰，大臣们终于散去。我推门进去，看到皇上正站在鱼图前，眉头紧锁。你来了。他转过头对我笑了笑，笑容里有疲惫。我走上前握住他的手。一定要亲自去吗？朕必须去，边关将士需要朕。我知道劝不住他，只能紧紧抱住他。臣妾等你回来。出征那日，我牵着小皇子站在城楼上，目送大军远去。小皇子挥着小手，稚声稚气地喊：“父皇早日归来。”皇上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远方，我的眼泪终于落下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日都去佛堂祈福，求佛祖保佑皇上平安。边关的战报每日传来，有时捷报，有时伤亡，我的心也跟着起伏。小皇子似乎也懂我的担忧，变得格外乖巧，不吵不闹。这一夜，我梦到皇上满身是血，从噩梦中惊醒，再也睡不着。我披衣起身，又去了佛堂。就在天快亮时，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捷报！皇上打了胜仗，不日就要班师回朝了。我赶到宫门口时，已经有许多人在那里等候。远处传来号角声，大军的旗帜渐渐出现在视野中。皇上骑在马上，一身戎装，虽然疲惫，却精神抖擞。小皇子挣脱我的手，跑向皇上。父皇，父皇！皇上抱起他，亲了亲他的脸，然后抬头看向我。朕回来了。我快步走上前，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：回来就好。当晚，宫中设宴庆功，觥筹交错，欢声笑语。皇上在席间讲述战事经过，惊险处众人惊呼，胜利处众人欢呼。我看着他的侧脸，心中满是庆幸和感激。宴席散后，我们回到未央宫，小皇子已经趴在奶娘肩上睡着了。皇上牵着我的手在庭院中散步。朕在战场上最想的就是你和程瑞，每次想到你们，朕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靠在他肩上，臣妾每天都去佛堂祈福，佛祖保佑你平安。那一夜，我们说了很多话，直到东方既白。经此一役，皇上更加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。他每天处理完政务，就来未央宫陪小皇子读书玩耍。小皇子的功课进步飞快，连太傅都赞不绝口。有时候，皇上也会带他去御书房，让他旁听朝政。我知道皇上是在为将来培养继承人，可在我眼里，他永远都是那个需要母亲怀抱的孩子。这一日，皇上突然问我：“妍儿，你想不想回侯府看看？”惊喜地看着他：“可以吗？”皇上笑着点头。你是朕的臣妃，但也是岳家的女儿，想家了就回去，朕准了。3日后，我带着小皇子踏上了回侯府的路。马车驶出宫门的那一刻，我掀开车帘，回头看那朱红宫墙。侯府门口，父亲母亲早已等候多时。马车停下，我刚掀开车帘，母亲就迎了上来。妍儿，我的妍儿！我抱着小皇子下车，母亲一把抱住我们，母子。好孩子，让娘看看瘦了没有。母亲拉着我上下打量，父亲站在一旁，虽然没说话，但眼中的欢喜藏都藏不住。让外祖父抱抱。一家人进了府，府中一切都还是老样子，却又似乎有些不同。那些曾经对我冷眼相待的下人们，如今都恭恭敬敬的行礼。我没有为难他们，只是淡淡一笑。母亲拉着我回了我原来的院子，一切都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样子。我坐在窗前，想起前世种种，恍如隔世。小皇子在院中跑来跑去，对一切都充满好奇。母亲看着小皇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这孩子真活泼，像你小时候。午后，父亲也来了，说要带小皇子去看他养的马。小皇子第一次见马，既害怕又好奇，躲在父亲身后偷偷看。父亲耐心地教他如何喂马，如何与马儿亲近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晚饭时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说说笑笑。小皇子坐在母亲身边，吃得满嘴是油。父亲不停给他夹菜，生怕他饿着。这样的场景，曾是我前世做梦都不敢想的。饭后，小皇子困了，母亲抱着他去哄睡。我和父亲坐在院中，难得的聊了很久。父亲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前世没能护住我们母女。我握住他的手。父亲，都过去了，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父亲点点头，用力握紧我的手。对，都过去了。在侯府住了5日，每日陪伴父母，看小皇子与他们亲近，心中满是欢喜。临走前1日，母亲拉着我的手，欲言又止。妍儿，娘有件事想问你。娘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我轻声问，母亲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口。那位赵姨娘。我明白她想问什么，淡淡的说，她罪有应得。
我反握住母亲的手。娘，都过去了，现在我们都很好。第二日一早，我们启程回宫，母亲站在门口，不停地挥手，直到马车转过街角看不见。回到宫中，皇上已经在未央宫等着我们。小皇子扑向皇上，父皇，外祖父家有马。皇上笑着听他讲，不时点头，眼中满是宠爱。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小皇子一天天长大，越来越懂事，他已经能背出整本《三字经》。太傅说他是个读书的料，皇上每次下朝都要考他功课，他都能对答如流。有时候他也会调皮捣蛋，惹得宫女们哭笑不得。我会板起脸训他，但心里却是甜的。这一日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太后身子不适，我赶紧带着小皇子去太后宫中探望。太后拉着我的手，看着小皇子，眼中满是慈爱。好孩子，让哀家看看重孙。小皇子走到床边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曾祖母要快点好起来。”太后笑得眼睛都眯起来。好好，曾祖母听你的。从那天起，我每日带着小皇子去给太后请安。太医说太后这是心病，看到重孙开心，病自然就好了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太后就能下床走动了。这一日是太后的60大寿，宫中大摆宴席，文武百官、皇亲国戚都来贺寿。小皇子也准备了礼物，是一幅他自己画的寿桃。太后看着那歪歪扭扭的寿桃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好孩子，这是曾祖母收到最好的礼物。宴席上歌舞升平，觥筹交错。太后兴致很高，连着喝了好几杯酒。我劝她少喝些，她却摆摆手。哀家高兴，今日要尽兴。宴席一直持续到傍晚，众人才渐渐散去。小皇子累了，趴在奶娘肩上睡着了。送太后回宫后，我和皇上并肩走在回未央宫的路上。太后今日很开心，多亏的承瑞。是啊，孩子是老人的开心果。回到未央宫，我去看了看熟睡的小皇子，给他盖好被子，看着他安静的睡颜，我心中满是柔情。回到正殿，皇上还在灯下看书等我。回来了，孩子睡了。我点点头，在他身边坐下。睡了，今天玩累了。皇上揽着我的肩，轻声道：“妍儿，朕有件事想和你商量。”我有些惊讶，什么事啊？他沉默了一下，才说：“朕想立承瑞为太子。”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只是看着他。他还小，会不会太早了？皇上摇摇头，不早了，朕要趁早定下来，免得日后生变。我知道他是为我们母子着想，心中感动，却也担忧。臣妾听皇上的。我靠在他肩上，轻声道：“3个月后，圣旨颁下立承瑞为太子。”那一天，小皇子穿着太子的礼服跪在丹壁下接旨。他还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只是乖乖地按照礼仪磕头。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心中百感交集。皇上走下龙椅，亲手扶起小皇子，牵着他走到我面前。妍儿，我们的儿子是太子了。小皇子扑进我怀里。母妃，刚才好多人都跪着，好奇怪。我蹲下身子，认真地对他说：“因为你是太子了，他们都要向你行礼。”小皇子歪着头。太子是什么？能吃吗？我和皇上都笑了，满殿的大臣们也笑了起来。当晚，宫中又设宴庆贺，热闹非凡。小皇子坐在我们中间，好奇地看着这一切。母妃，他们为什么一直笑？我告诉他，因为他们高兴，为我们高兴。宴席散后，回到未央宫，小皇子已经困得睁不开眼。我把他抱到床上，给他盖好被子，看着他入睡。回到正殿，皇上还在等我。他问：“睡了？”睡了。我点点头，在他身边坐下。今天累坏他了。皇上搂着我。妍儿，谢谢你。我有些惊讶。谢我什么？他轻轻说：“谢谢你给朕生了这么好的儿子，谢谢你一直陪在朕身边。”我靠在他怀里。臣妾也要谢谢你，给了臣妾一个家。那一夜，我们说了很多很多，直到夜深。从那天起，小皇子开始跟着太傅学习治国之道。他有时也会跟着皇上上朝，站在一旁听大臣们议事。我知道他正在慢慢长大，慢慢承担起属于他的责任。日子如流水，转眼小皇子已经10岁了。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黏着我，有了自己的功课和事要做。太子殿下今日讲治国之道。每次他来请安，我都会仔细打量他，看他是不是又长高了。他变得越来越像皇上，眉宇间已经有了几分帝王之气。皇上对他要求严格，但也常常夸他聪慧过人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儿子。这一日，太子突然问我：“母妃，您和父皇是怎么认识的？”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着给他讲起了当年云凌峰上的事。他听得入神，不时问这问那，像所有好奇的孩子一样。讲完后，他认真地说：“母妃，您和父皇的故事真好。”我笑着问他：“那你以后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姑娘？”
母妃，我还小呢。他害羞的样子让我想起他小时候，忍不住笑了。傍晚，皇上也来了，我们一家3口在御花园散步，太子走在中间，左边是父皇，右边是母妃，满脸幸福。皇上看着太子，又看看我，眼中满是满足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所有的苦难都值了。晚上，太子回自己寝殿后，我和皇上坐在窗前赏月。皇上突然说：“言儿，朕想退位了。”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为什么？他笑着说：“朕想趁着还能动，带你去看看这天下。”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只是看着他。他接着说道：“等程瑞再大一些，能独当一面了，我们就走。”我靠在他肩上，轻声道：“好，臣妾陪你去。”那一夜，我们憧憬着未来的日子，说了很久很久。此后几年，皇上开始慢慢将政务交给太子处理。太子聪慧，很快就上手，大臣们都对他赞不绝口。太子15岁那年，皇上正式宣布退位，禅位于太子。那一天，新皇登基，万民朝贺，吾皇万岁，万岁万岁！我站在人群中，看着那个曾经在我怀里的孩子，如今成了一国之君。皇上现在该叫太上皇了，走到我身边，握住我的手。登基大典后，新皇来未央宫给我们请安。儿臣给父皇母后请安。我拉着他的手，嘱咐他要勤政爱民，做个好皇帝。他一一应下，说：“母后放心，儿臣定不负父皇母后期望。”那晚，我们一家3口吃了最后一顿团圆饭。明天，我和太上皇就要启程去游历这大好河山。新皇看着我们，眼中满是不舍。父皇母后放心去玩，儿臣会守好这江山。第2日一早，我们轻车简从，悄悄离开了皇宫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就像寻常百姓一样。出了城门，看着广阔的天地，我长长的舒了口气。太上皇握着我的手：“言儿，我们终于自由了。”第一站，我们去了云凌峰，站在当年相遇的地方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太上皇指着那个转弯：“那天你就是从那冲出来的。”我笑着说：“那天臣妾可是救了皇上一命。”他在我额头轻轻一吻：“是啊，所以朕以身相许。”从云凌峰下来，我们继续前行，去了很多地方。江南的小桥流水，塞北的大漠孤烟，我们都一一走过。每到一处，我都会写信寄回宫中，告诉程瑞我们的见闻。他的回信也总是很快就到，说宫中一切安好，让我们放心。看着他的信，我知道我们的孩子真的长大了。这一路走来，看遍世间美景，尝遍人间百味，真好。1年后，我们回到了京城，宫中早已得到消息，新皇带着人在宫门口迎接。马车停下，我掀开车帘，看到程瑞快步走来，他扶我下车，又去扶太上皇，眼中满是欢喜。父皇母后，儿臣可把你们盼回来了。我打量着他，1年不见，他更成熟稳重了。回到宫中，一切都还是老样子。当晚，新皇在宫中设宴，为我们接风洗尘。席间，程瑞给我们讲了这1年朝中发生的事，他处理得井井有条，我们都为他骄傲。宴席散后，我们回到未央宫，说起程瑞的变化，咱们的儿子真的长大了。我点点头，是啊，他可以独当一面了。此后的日子，我们住在宫中，但不再过问朝政，每日赏花品茶、下棋，偶尔去看看程瑞。这样的日子平静而美好，正是我想要的生活。这一日，程瑞带着一个姑娘来给我们请安。姑娘生得端庄秀丽，举止得体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。程瑞介绍说这是李阁老的孙女，他想立她为后。我看着那姑娘，又看看程瑞眼中的温柔，心中了然。我拉着姑娘的手，和她说了很久的话。她是个好姑娘，知书达理，温婉贤淑。当晚，我和太上皇说起这事，他也很满意。3个月后，新皇大婚，举国同庆。我坐在高堂之上，看着他们行礼，眼中含泪。太上皇握着我的手，轻声道：“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。”那一刻，我觉得这一生圆满了。新皇婚后，皇后贤惠，夫妻和睦，我们看在眼里，心中甚是安慰。看到他们，就像看到当年的我们。1年后，皇后有喜，宫中上下喜气洋洋。我常常去看她，给她讲一些孕期要注意的事。她也爱听我讲从前的事，尤其是我和皇上的故事。母后，您和父皇的故事真好。10月怀胎，皇后平安产下一位小皇子。我抱着刚出生的孙儿，心中满是欢喜。太上皇也来了，看着孙儿笑得合不拢嘴。新皇给儿子取名承泽，承天之泽。看着这个小生命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程瑞。时光流转，一代又一代，这就是人生吧。此后的日子，含饴弄孙，乐在其中。皇祖母，那是什么花？小承泽一天天长大，越来越像他父亲小时候。他会扑进我怀里撒娇，会奶声奶气的叫皇祖母。每次听到这声称呼，我的心都化了。太上皇也爱逗他玩，常常把他扛在肩上，一家3代其乐融融，这才是天伦之乐。有时候我也会想起岳子熙，想起那些前尘往事。如果他还在，看到这一切，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？可这世上没有如果，我只愿珍惜眼前，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幸福。这一日是我50岁的寿辰，皇上和皇后带着小皇子来给我磕头。太上皇坐在我身边，握着我的手，看着满堂儿孙，我知道我这一生值了。50而知天命，我开始更多的思考人生，那些曾经的恩怨情仇，如今
心想来都已云淡风轻。太后娘娘，您在想什么？我对宫女笑笑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现在很好。太上皇的身体不如从前了，开始有些小毛病，我每天亲自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生怕他有半点闪失。辛苦你了。他总是笑着说没事，但我看得出他眼中的疲惫。这一日，他突然说：“妍儿，陪朕去云凌峰走走吧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点头：“好，我们这就去。”3日后，我们再次踏上去云凌峰的路，他走得很慢，我扶着他一步一步往上，终于到了当年相遇的地方。他停下来，看着远方：“妍儿，谢谢你陪了朕这么多年。”我握紧他的手：“臣妾也要谢谢你。”那天我们在山上待了很久，说了很多话。他说起年轻时的事，说起我们初见，说起程瑞出生，那些点点滴滴，仿佛就在昨天。下山时，他说：“妍儿，朕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遇见你。”我笑着说：“臣妾也是。”回到宫中，他的精神似乎好了很多。那一晚，我们像年轻时一样说了很久的话，直到他困了，我才扶他上床休息。看着他安详的睡颜，我心中涌起一股不安。第二日一早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醒来，我轻轻唤他，他没有反应。太医赶来，诊脉后跪在地上，摇了摇头。他就这样安详地走了，脸上还带着微笑。太上皇驾崩，举国哀悼，我跪在他灵前，3天3夜不吃不喝。母后，你要保重身体。程瑞来劝我，皇后来劝我，我都听不进去。直到小承泽跑进来，抱着我的腿哭：“王祖母，抱抱！”抱起他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王祖母不哭，承泽陪你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我还有责任，还有家人要守护。我擦干眼泪，开始处理后事。丧事办得很隆重，太上皇走得风光。下葬那日，我最后看了他一眼，亲手盖上了棺盖。走出地宫，阳光刺眼，恍如隔世。回到宫中，一切都变了，没有了他的未央宫，格外冷清。太后娘娘，您还好吗？我点点头，没事，只是需要时间。此后的日子，我常常一个人去御花园，坐在我们常坐的地方，有时候一坐就是一整天，直到宫女来寻我。程瑞和皇后常来陪我，带着小承泽，看着他们，我心里会好受一些。小承泽会给我背诗，会给我讲他在太傅那里学的东西，他就像一束光，照进我灰暗的生活。这一日，我突然想去佛堂为太上皇祈福，我跪了很久，说了很多话，最后我对着佛像说：“我会好好活下去，替他看着这江山。”从那天起，我开始重新打理自己的生活，偶尔也会去后宫走走，和嫔妃们说说话。我知道他一定希望我好好活着，时间是最好的良药。慢慢的，我走出了悲伤，我开始更多的陪伴小承泽，看着他一天天长大。王祖母这个字怎么读？他聪明伶俐，比当年的程瑞还要出色。每次看到他的进步，我都为他骄傲。这一日，程瑞来给我请安，神色有些凝重。母后，儿臣有一事想请教你。我问他何事，他说朝中有人结党营私，他想整顿。我听着他的讲述，想起了当年太上皇处理类似事情的办法，我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了他，希望能帮到他。他听完后站起来深深一揖，多谢母后指点。我扶起他，你是皇帝，也是我儿子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程瑞大刀阔斧，整顿朝纲，有大臣来求我说情，我都闭门不见。太后娘娘不见客，您请回吧，求您了。我知道这是他的江山，我不能插手。几个月后，朝中风气一新，程瑞的威信也树立起来。他来谢我，我说这是你自己做到的，与哀家无关。他看着我说，母后，您永远是我最敬重的人。我摸摸他的头，就像他小时候一样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。此后的日子，我继续含饴弄孙，安享晚年。小承泽10岁那年，也立了太子。看着他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程瑞，一代又一代，这就是传承。立太子大典后，我把他叫到跟前，嘱咐他要好好学习。他乖巧地应下，说：“皇祖母放心，孙儿一定努力。”看着他，我心中满是希望。日子平静地流淌，转眼我已经60岁了。60大寿，宫中又热闹起来。程瑞带着皇后和太子给我磕头。太子已经15岁了，眉宇间有几分像他祖父。我看着他们，心中满是欣慰。宴席上，太子给我敬酒说：“祝皇祖母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”我笑着点头，让他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个好皇帝。宴席散后，我独自回到未央宫，坐在窗前，看着夕阳，想起了很多往事，想起了祖母，想起了父母，想起了岳子熙，也想起了他，我的夫君，陪我走过大半生的人。10年了，他已经走了10年了，可我觉得他从未离开，一直在我身边。这一夜，我梦到了他。妍儿，你来了。他还是年轻时的模样，对我伸出手。我走过去，握住他的手，就像当年一样。他说：“妍儿，辛苦了。”我摇摇头，不辛苦。
很幸福。醒来时天已经亮了，枕边湿了一片，可我心里是甜的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还要好好活着。梳洗完毕，太子来请安，他给我讲太傅今天讲的内容，讲朝中发生的事。看着他，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未来，我知道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70岁那年，我决定写一本回忆录，把这一生的经历都写下来，留给后人。太后娘娘，你写什么？从童年写起，写祖母，写父母，写那些快乐的时光，也写那些苦难，写前世的悲惨，写今生的重生，写月子熙，写他的妒忌，他的疯狂，他的结局，写我和他的相遇、相知、相守。这一生最幸运的就是遇见你。写程瑞的出生、成长、登基，写小承泽，写这些含饴弄孙的日子，写了整整1年，终于写完了。我把它取名为《浮生记》。这一日，我把程瑞叫来，把书稿交给他。母后，这是……我说，这是我的一生，留给你做个念想。他翻开看了几页，然后跪下给我磕了3个头。我扶起他，母子俩相拥而泣。那一刻，我知道我这一生没有遗憾了。此后的日子，我依然每天在御花园散步，只是走得越来越慢，越来越需要人扶。80大寿那年，满朝文武都来贺寿。程瑞已经老了，太子也成了新皇，曾孙绕膝，4世同堂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寿宴后，我回到未央宫，坐在窗前。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但我不怕，因为我知道他会在那边等我。这一生爱过、恨过、痛过，也幸福过，足以